这是张艺谋最具美感的电影之一，很多镜头都给人极致的诡异感，极其讲究的画面构图，强烈的色彩碰撞，让人大白天里都能汗毛直立。年轻漂亮的宋濂，大学念到一半，父亲做生意破产自杀，从此断了继续念书的经济支柱。而宋濂也到了出嫁的年纪，贪财的继母一直在耳边念叨着。宋濂知道继母只是着急把自己嫁出去，至于嫁给什么人，宋濂说：你一直在提钱，就嫁个有钱人吧。嫁有钱人可是当小老婆。当小老婆就当小老婆，女人不就这么回事吗？于是继母自作主张将宋濂嫁给家大业大的陈老爷做妾。半个月后，一辆大红花轿从黄土上扬尘而去。宋濂嫌弃花轿太麻烦，便自己提着行李箱来到陈家大宅院。管家接待了宋濂。宋濂穿过一个院子，看到这里有个丫鬟打扮的人在洗衣服，宋濂蹲下身，顺便给自己洗洗手。那丫鬟名叫燕儿，一直渴望有朝一日能上位做妾。一听说宋濂就是新来的四太太，瞬间冷了脸，口气酸涩，一把抢过宋濂手上的水盆。宋濂也不客气，直接吩咐燕儿：你把箱子给我拎进去。回到卧房，宋濂好奇地问：为何屋内挂着许多红灯笼？燕儿没好气地说：那是因为老爷娶了四太太。说完便转身离去。到了傍晚，点灯人在宋濂的院子周围前后后点了10几盏红灯笼。走进来一个老婆婆和几个丫鬟，丫鬟们伺候宋濂洗脚，老婆婆负责给宋濂捶脚。宋濂刚开始还有些不自在，可随着老婆婆手里的锤子响动，宋濂渐渐享受起来。晚上，老爷来洞房了，开始上小知识课了。第一讲是女人的脚，老爷认为女人的脚最要紧，脚调理好了，身体就顺了，就更会伺候男人了。宋濂听后沉默不语，老爷很满意宋濂的姿色，没说2句就红纱满帐，烛光微晃。宋濂害羞想灭灯，老爷傲娇拒绝。到了半夜，三太太的丫鬟过来敲门，说三太太病了，吵着闹着要老爷去看她。老爷推辞了2次，不舍得离开新人，奈何丫鬟敲门再三，老爷没有办法，决定起身离开，留下宋濂一个人独守空房。老爷一走，管家就喊起了3院点灯。原来老爷晚上住哪个院，哪个院就点灯。宋濂有些恍惚，有些惆怅，举着灯笼对镜哭泣。到了第2天，管家把宋濂叫起来，先是拜了祖宗，又来到各房太太院里请安。大太太年老色衰，一心向佛，听说宋濂是个大学生，嘴里很是满意，只说以后要和大家和睦相处，就把宋濂打发了。临了说了2遍罪过罪过。二太太是个友善的女人，对宋濂很是热情，拉着宋濂问东问西。宋濂这才知道，原来谁被捶脚意味着老爷今晚宠幸谁。二太太笑着说，若是谁天天能被捶脚，便是这府里真正的女主人。两人聊了很久，还是管家走进屋来催促，才把宋濂送出门。二太太告诉宋濂，接下来拜见的三太太可不是个善茬，恃宠而骄，平日里就喜欢找些理由缠着老爷，男人偏就吃这一套。现在宋濂来了，三太太肯定是各种不满。二太太的话很快就得到了验证，宋濂还没来得及去请安，就被丫鬟通告三太太身体不舒服，不和宋濂见面了，只把自己的孩子叫来给宋濂请安。宋濂心里不爽，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打发自己，冷着脸转身就走。俗话说冤家路窄，燕儿被分配到宋濂房中做丫鬟。宋濂挑剔燕儿头上气味难闻，使唤燕儿去洗头，并为自己洗衣服。燕儿一脸的不服气，因为她觉得老爷喜欢的是自己，就是因为宋濂的到来才夺走了自己四太太的位置，还不忘在宋濂的衣服上吐了几口唾沫。一直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宋濂才见到三太太。三太太打扮艳丽，是戏班子出身，走起路来摇曳生姿。按照规矩，只有得到老爷宠爱的人才有机会点菜。宋濂初来乍到，点了个菠菜豆腐。到了傍晚，宋濂和其他3个太太都要站在院门外等待点灯人路过。点灯人举着灯笼在哪家院门前停下，把灯笼挂上，那老爷今晚就会去谁院。寺院门口点起了灯，众人四下散去。宋濂也越来越享受只有受宠才会有的捶脚服务。当晚老爷歇在宋濂的院里，三太太想当然的故技重施，打发小丫鬟叫老爷过去。这回老爷很硬气，没理会他。可三太太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一招不成还有后招。第2日清早，天麻麻亮，三太太穿着戏服在楼顶唱起了曲。宋濂被唱戏声吵醒，顺着声音来到天台，气定神闲地看他唱，目光轻蔑，一副倒要看看你能唱多久的样子。一曲唱毕，三太太说：
行了好，要不越睡越糊涂。二人一阵夹枪带棒，宋濂便回了房，一推开门，竟看到了不堪入目的一幕。姨太太刚回到房间，就撞见丫鬟和老爷正在亲热。宋濂十分的震惊，燕儿却一点没有羞愧，也没有惧怕，他就直勾勾地盯着宋濂，理直气壮地走了出去。宋濂看着燕儿的背影，百感交集，他终于意识到为什么第一天燕儿对他的态度急转直下，也知道了为什么燕儿始终对他有很大的偏见。老爷却不以为然，随便哄了两句，就当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云淡风轻。宋濂听后默不作声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老爷见宋濂不买账就离开了，还批评宋濂不够懂事，给自己脸色看。当晚的灯笼点了3元，三太太一副胜者姿态。宋濂生气回房，他开始渴望被敲脚，又听到3房敲脚声传来，便踢翻了洗脚盆，把情绪发泄在燕儿身上。从这以后，三太太门前每天都挂起了红灯笼。闲着无聊，宋濂来到楼上的走廊，发现有一间神秘的小黑屋。宋濂好奇地张望，依稀见到一截挂在墙上的绳子，一双落满灰尘的布鞋，不明所以。正要上前看清楚，就被二太太叫到房间里说话。二太太送了块绸子给他，嘴里嘟囔着：“要是换了3月那个唱戏的，他掏钱我还不给呢。你看看他今晚上那个得意劲儿。”宋濂失了宠，饭桌上连点菜的资格都没有了，气得他摔碗就走。回到屋里，宋濂想起了过去，拿起父亲的遗物笛子开始伤感。这时燕儿过来传话，三太太想请宋濂打麻将。三太太，宋濂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可是三太太没有给宋濂拒绝的机会，她亲自来请宋濂过去。三太太巧舌如簧：“怎么还在为菠菜豆腐生我的气啊？四妹不会那么小心眼，既怕输了人，又怕输了钱吧？”宋濂推脱2句，耐不住三太太的激将法，于是就去了。三太太喜欢唱戏和打麻将，高医生是家里的常客，于是三太太、高医生的朋友加上宋濂4个人凑齐了一局。与此同时，老爷回来了，他来到宋濂的院里，发现人走屋空，不老老实实待在屋里瞎跑什么？老爷对此很不满意，吩咐今晚点了2元的灯。这边麻将打得正起劲儿，一个老妈子进来了，告诉宋濂老爷回来了，不见四太太，往二太太屋里去了。所以宋濂这次又被彻彻底底的摆了一道。宋濂有苦说不出，三太太却一脸幸灾乐祸：“你就当做好事，把老头子借给他1碗。”牌桌上打得火热，这时一张牌掉在地上，宋濂俯下身去捡，不经意的一瞥，瞅见三太太的足尖正蹭着高医生的小腿。宋濂心里一惊，却也不敢吱声，只好装着不动声色。他扭头看看三太太，三太太表面上还是人模人样的。秋天到了，下着一场萧瑟的雨，宋濂又恢复了恩宠，寺院里挂满红灯笼，说明老爷在这里。宋濂坐在梳妆台前，和老爷谈天，谈到了小黑屋。原来小黑屋里死过几个人，确切的说是吊死过几个姨太太，不过老爷表示这都是老一辈的事了。老爷对此讳莫如深，不想多说。宋濂一气之下将梳子掷在地上，原来是燕儿在外偷看，被宋濂发现了。这时管家来敲门，让老爷和宋濂去吃饭。厨房特地做了宋濂爱吃的菠菜豆腐，宋濂赌气要他们把菜端到房里去吃，老爷允准，惹得其他3位太太不满。三太太表示以后3元点灯的时候，饭菜也端到3元吃去。二太太劝说：“净胡说，四妹不懂事，你也这么不懂事啊？你把咱们大姐往哪儿放？”一句话让所有人觉得宋濂任性又目中无人，同时也说得自己懂事又明理，还顺带拍了马屁。这天宋濂正在院里无聊，突然听到传来一阵笛声，也许是深宅大院太寂寞，也许是宋濂本来就对笛子有特殊的感情。宋濂妹子被深深的吸引了，丫鬟告诉她是大太太的儿子飞普少爷在吹笛子，昨天刚回的。宋濂顺着声音走去，内心一种陌生的情感在汹涌澎湃。宋濂有些恍惚，他倚在门框上静静听他吹奏。秋日的斜阳照在他脸上，微凉的秋风把他的裙摆吹得猎猎作响。他就这样看着他，目光痴迷，无声无息。一曲终了，飞普转头轻笑地说道：“你是宋濂吧？”宋濂娇羞地回答：“少爷，按辈分你不该喊我的名字。”飞普说：“是我的笛声把你引来的吗？”宋濂说：“你接着吹吧，我不打搅你。”这时候飞普被他妈唤走了，二人蓦然回首，仿佛心有灵犀。交汇的目光里有那么多注定无法说出口的话。宋濂回到屋内，拿出自己箱子里的长笛，那是他父亲的遗物。宋濂却发现长笛不见了，他立刻就把怀疑的目光转到燕儿身上，觉得是他拿了自己的笛子。燕儿怎么都不肯承认，宋濂便拽着燕儿冲进他的屋内，笛子没找到，却被屋内的景象惊呆了。燕儿一直幻想着当上姨太太，身份低微，只能是痴人说梦。他就在屋里给自己点上一屋子的大红灯笼，借此寻求
求安慰。宋莲看着满屋子通红的灯笼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这可是犯了大忌，要是被人知道，燕儿在府里是怎么也待不下去了。宋莲说自己可以不对外说，只要她可以把自己的笛子还回来，可燕儿还是坚称自己没有拿。宋莲被气昏了头，撸起袖子翻箱倒柜一顿找，结果又有意外收获，在箱子底找到一个诅咒人偶，上面还写着自己的名字。宋莲没有想到燕儿竟然还在背地里咒自己，她猛冲上前对着燕儿一顿掐，燕儿吓得不停地哭泣求饶。宋莲冷静下来，觉得燕儿根本不会写字，不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，一定是受人指使。在宋莲的追问下，燕儿支支吾吾地说出了幕后主使。宋莲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平日里对自己笑脸相迎的二太太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宋莲的心宛如被浸泡在刺骨的凉水里。回到房里，老爷也在这儿，这才得知是老爷把自己的长笛烧了。他以为长笛是宋莲初恋的定情信物。老爷的专横霸道让宋莲气愤又失望，老爷也不满意宋莲对自己摆脸色，当即拍桌而起，拂袖而去。当天晚上，二院点灯，二太太表示受宠若惊，整个人都容光焕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她就找来宋莲炫耀，二太太还不知道宋莲已经看破了她的真面目，还像往常一样装着笑脸求宋莲给她剪头发。宋莲看着这个表里不一的人，心里一阵冷笑，但她还是答应了。宋莲问她好好的怎么想起剪头发了？二太太娇羞道，老爷说我把头发剪了就显得年轻了。宋莲听了一怔，一剪刀下去，一只耳朵掉了下来。这个女人正在给情敌剪头发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心里却是波涛汹涌。只见她手起刀落，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冲破天空，二太太的耳朵被剪掉了一只，鲜血湿哒哒流下来，接着被抬去找了大夫，留下宋莲一人独自发呆。这时三太太跑来看热闹，她说二太太这个人就是菩萨脸蝎子心，坏点子比谁都多。曾经他俩同时怀了孩子，二太太暗地里在三太太饭里做手脚，想要害她流产，并打催产针，想把孩子生在她的孩子之前。不过三太太命硬，还是生了个男孩。三太太还告诉宋莲，你刚来，老爷对你宠爱有加，可是母凭子贵，若是没有子嗣，永远也在这个家里立不住的。另一边，二太太被剪掉耳朵后，反倒是因祸得福，一连几天都是大红灯笼高高挂。宋莲来二院看望二太太，下人正在给二太太敲脚，二太太一套假心假意的说辞打发了宋莲。宋莲回到房间，听到二院传来的捶脚声，越听越不是滋味。此时燕儿也在房间里幻想着自己被捶脚，宋莲唤燕儿给自己捏脚，却百般挑剔。燕儿嘟囔着让宋莲有本事也叫下人敲脚。激将法触怒了好强的宋莲，突然心生一计，便生出了假孕的主意。很快寺院点起了长明灯，又过上了人上人的生活，就连二太太也被叫去为宋莲按摩。二太太心里憋着一股气，却又不敢说什么。屋外燕儿认命的去洗衣服，却看到了一块鲜红的姨妈血迹。燕儿震惊，感情宋莲那个碧池是假怀孕，害得老娘受了她那么久的冤枉气。燕儿决定揭发，她偷偷溜去告诉了二太太。二太太决定好好报复一下宋莲，直接揭发不是二太太的风格，她中意借刀杀人，这样才不脏手。所以二太太找老爷去了，告诉老爷宋莲近来身体抱恙，又提起自己怀孕时差点小产却不自知。老爷为确保子嗣无虞，急忙请来了高医生，给宋莲看过之后，高医生便找老爷私谈，遣散众人后，高医生道出了宋莲没有怀孕的事实。老爷怒气冲天，在寺院大吃宋莲，长明灯统统卸下，封上黑色的布带，意为封灯。落魄的氛围充斥在院里的每个角落，寺院陷入了无尽的冷寂中。宋莲眼里划过不甘，是的，宋莲从来都不懦弱，别人扇她2巴掌，她绝不会只还回去1巴掌。略加思索，宋莲明白高医生不会无缘无故突然来的，一定有人揭发，怀疑此事是燕儿以白裤子之事告密。他干脆也不客气，把燕儿偷偷给自己点灯的事统统抖落出去，将燕儿屋内的红灯笼尽数扔了出来，动静闹得很大。1、2、3房都在一边看着宋莲发威。宋莲彪悍无比，一个丫鬟敢偷偷在屋里点灯笼，你把我们这些当太太的往哪儿搁？陈府还有没有规矩了？二太太要护着自己的心腹燕儿，所以话里带刺，规矩自然是规矩，可人难免犯错。四妹，你不也刚被老爷封了灯吗？宋莲也不是吃亏的主，反驳道，封了灯我也是太太，太太就是太太，丫鬟就是丫鬟，我犯了错封我的灯，那丫鬟犯了错，大姐您看应该怎么处置？大太太合上双眼，按老规矩办。地面被薄薄的白雪覆盖，燕儿怔怔地看着烧的灯笼，仿佛看着一个渐渐破碎的梦。她长跪在冰天雪地里，如同入定了一般。这时老管家来了，
大太太吩咐，认个错就让你起来。燕儿岿然不动。夜深了，被血水打湿的衣裳冷得彻骨。燕儿靠着一丝傲气，咬牙撑着，做着无声的抗争，最终病入膏肓，吃药也于事无补。下人开始议论宋濂的心狠手辣。宋濂从屋里探出身子，看着众人把燕儿抬走，一块床板，一件单衣，一床薄被，燕儿就这样狼狈地离开了陈府。有的人走了，可生活还是照常继续，表面上毫无波澜，实则暗流涌动。二院开始点灯，天刚刚拂晓，三太太身着戏服，在屋前唱着最爱的曲，有板有眼，风韵十足。看到宋濂在屋顶上静静凝视着这一切，二人提起了在院里的境遇。三太太感叹，本来就是做戏嘛，戏做得好能骗别人，做得不好只能骗自己，连自己都骗不了的时候，就只能骗骗鬼喽。宋濂讽刺道，人跟鬼就差一口气，人就是鬼，鬼就是人。点灯灭灯封灯，我真的无所谓了。我就是不明白，在这个院里，人算个什么东西？像狗，像猫，像耗子，什么都像，就是不像人。宋濂很是消沉，三太太劝他看开点，像自己整天嘻哈哈的，还不是自己给自己寻开心吗？不料宋濂说出了三太太与高医生之间的关系，三太太大惊，不过更是豁达，表示现在就要去找他去。三太太走后，宋濂回到房屋，让老妈子去买些酒来。原来今天是宋濂的生日，他想一醉方休。老妈子告诉宋濂，燕儿死了，死在了医院里。宋濂对燕儿充满了负罪感，心里终于溃不成军，在酒里沉醉。刚巧这时候大少爷飞仆回来了，老妈子连忙请他去劝劝。在酒精的催化下，宋濂的爱意终于快要吐露出来，飞仆却理智地离开了。宋濂失望透顶，借着酒劲耍起了酒疯，一不小心就把三太太和高医生的事说了出来。大太太和三太太给他灌醒酒药，却灌不进去，只能由着他在寺院中胡来。飞仆远远地站在院门前，听到宋濂的声音，却再一次选择了离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雪已经无声无息地把陈家覆盖。宋濂醒了，他听见窗外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在静谧的深夜里听得无比清晰。宋濂禁不住好奇，他出门查看，门外依稀见到闪耀的红光，如同鬼魅。只见衣衫单薄的三太太被人架着从屋里出来，样子十分狼狈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问了老妈子才知道，是二太太昨晚听了他的醉话，便带人杀到客栈，看到三太太和高医生还在被窝里，人赃俱获。宋濂心中被浓浓的歉意和愧疚填满。外面寒风凛，冰天雪地，一阵女人凄惨的挣扎声传来。宋濂在门帘缝里看到三太太被几个下人抬到屋顶，这次的夜注定血光四溅。宋濂尾随而至，看见三太太被带到那间小黑屋，挣扎声也没有了。宋濂走进屋，看到三太太被吊死在了里面，皑皑白雪掩盖了所有罪恶，就像一切都未曾发生过。宋濂大声尖叫，浑身颤抖，被下人们送往寺院，嘴里不停念叨着：“你们杀人了，你们杀人了！”老爷觉得这是家丑不可外扬，就说宋濂这是疯了，在说疯话。当夜，下人报告说三太太的院里突然点起了大红灯笼，还传出三太太唱戏的声音。大家都说这是三太太阴魂不散，闹鬼了。众人吓得作鸟兽散，宋濂才从背后走出，原来是他点的灯，又打开了唱片机。他的心已经死了。第二年夏天，锣鼓喧天，是老爷新娶了武太太，从此又多了一个痛苦的灵魂。宋濂梳着辫子，穿着学生装，正如他来的那天一样，每天就是在院子里踱步。红灯笼像鬼魅一样对宋濂如影随形，环绕在宋濂的身边。这是囚笼，是咒语，是镣铐，是枷锁，缠绕这个女子的一生。这时的宋濂已经疯了，可他究竟是清醒着麻痹自己，还是疯了逃避世界，又有谁知道呢？他穿着那年他第一次来到陈家时的衣服，也是代表了他自由纯情的学生时代的校服，表现了宋濂内心深处对自由深深的渴望，使人看了不禁格外心酸。久久徘徊于古宅的门边，却怎么也无法逃脱这个造就他悲哀一生的囚笼，体现了整个时代的悲哀与无奈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